小伙伴们，大家好！上海半马和武汉全马都结束了，7天时间2场硬仗，还不错。上海半马是我今年的一个很目标的赛事，目标要跑到前200名，这样才能拿到年底上海全马的参赛资格，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而1周之后的武汉全马虽然不是我的一场目标赛事，但是因为是我的悍马首秀，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跑得稍微的好一些。如果在这1周内既能支撑上海半马这种超高强度的输出，又能在赛后的1周去让身体尽快的恢复，去适应武汉全马的42公里这种高密度的背靠背比赛，主要做好赛场上的补给，还有2场比赛之间的恢复。这一次选择用麦盛的产品来做2场比赛和赛中的能量管理，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背靠背我的能量补给实战情况。正好这儿有垃圾，我们在这儿还有16分钟起跑，把咖啡因的能量胶吃掉。谢谢您。我没带手机。没关系，来入画一下吧。今年好运。好，注入能量。加油！一会儿7公里吃这普通的能量胶，没有咖啡因的。7公里，上公里3分24。吃能量胶，它这个限定款，好像又是新的材质，更顺溜一些，更稀一点点。累计到这儿3分27，平均配速。是会长吗？会长加油！哎，会长，铁蛋加油！15公里，我吃我的最后一个咖啡因胶。这个官方15公里，52分13。半马的大神选手。上半马完赛了，跑出了73分55的好成绩，我非常的满意。我觉得这次上半马从能量胶的补给策略到执行上做得非常的成功和非常的正确，也用一场全力以赴的半马比赛再一次验证了我的能量胶补给的策略逻辑。赛前吃了咖啡因的能量胶就在起跑之前，保证让起跑的时候能量胶已经开始发挥效果。跑到7公里的时候，身体有一点点累，但还没有明显累的时候，补一个普通的能量胶，让血糖不要掉得那么快。吃完这个能量胶大概1到2公里，身体就能感受到能量胶带来的效果了。到15公里的时候，身体已经非常极限了。一个咖啡因的能量胶能够帮助你更好的顶完最后的几公里比赛。上海半马之后的这1周出来慢跑，一场高强度的半马之后，身体会有很多轻微的损伤和炎症反应，尤其是这种背靠背的比赛，2场比赛之间一定不能用纯静态的休息来恢复，而是用慢跑，用轻微的运动，让肌肉能恢复弹性。而且在这1周的训练里，就不要去做空腹了。那我现在这1周的训练都用麦盛的这个能量胶，普通能量胶，没有咖啡因的做补给，这样让身体在相对充盈的状态下，让肌肉慢慢的恢复弹性。半马的补给更简单直接，全马的补给就需要精密的规划一下。我全马有这么几个时间和距离的点吃能量胶：赛前10分钟、7.5公里、15公里、22公里、29公里和最后的35或者36公里，一共要吃6支能量胶。这6支能量胶从大小和咖啡因的情况上是这样分配的：起跑前10分钟1支大的没有咖啡因的能量胶，之后7.5和15这2个点都是没有咖啡因的小能量胶100千卡。22公里开始吃第一个咖啡因能量胶，吃100千卡小的能量胶。之后29或者和35、36这2个地方
都是大的咖啡因能量胶。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么选择。首先，起跑之前吃这个大的，是因为大的本身沉一些，不太好携带。起跑之前吃10分钟吃，它起效时间就是能持续的时间长，同时呢降低你比赛携带东西的负担。之后全马的比赛，由于不像半马比赛强度那么大，基本上到24、5公里之前还不那么累。7.5公里和15公里都是在血糖开始下降、开始有疲劳之前去吃一个100千卡普通能量胶，让你的前20公里过得很平稳。半马过后，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半马过后，第一个能量胶吃咖啡因的，这个时候理智的讲，能量还没有那么重要，而咖啡因会比较重要。再之后29和36这2个地方都吃咖啡因的，这3个咖啡因的能量胶加起来的咖啡因的量是 OK 的。而这次我们又拿到了新品电解质机能胶，这个胶是这样的，它也是小包装，你们看也是100千卡，但是呢，它每一袋里有133毫克的电解质，钠、钾、离子等，含量总和是133毫克。这一次我打算把这2个都换成电解质的，这样的话呢，我就能大幅减少电解质额外携带电解质的补给。你看，原来我都是带这个液体盐丸卖剩的，这一个小包装里边是200毫克。我一场比赛不是很炎热的情况下，只有在10公里、20公里、30公里吃3个，那也就是说3个它基本上所含的电解质和4袋这个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您假设咖啡因不耐受或者不需要咖啡因的能量胶，如果你全场有4支能量胶都吃这个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把这2个都换成小的，那你损失了60千卡的热量，但是换来了完全不用再额外携带电解质。所以这次我打算试一试，如果7公里和15公里都吃这个的话，那我的电解质应该只有在23公里以后平均分吃2个，最多2个。现在这个武汉马拉松的天气，可能吃1个就够了，大大降低比赛携带东西和从兜里去掏东西的难度。这次马拉松我沿用并且优化了一下我的马拉松补给策略，我们到时候看看赛场上的表现。来，小伙伴们，吃第一个能量胶，新的电解质机能胶，我晚吃了几百米。我不知道，我第一次跑。应该是啊。口味还可以，感觉到一点点咸味儿。又上坡了，这已经是第3个坡了。官方的15公里，枪成绩19分38，净成绩19分15。我吃我的下一个胶，还是这个新的电解质机能胶麦生。哎，扔一下，兄弟！哟，对不起。刚才22公里吃了一个咖啡因的大胶，现在过了29，再吃一个电解质的小胶。哎，马上到赛会的35公里，最后一个咖啡因的大胶。河北鼎好公司创新发展绿色能源。荣威押运金融押运业务占区域市场份额到了。10%以上。丰田公司积极投入服务新兴哎，升级。恭喜完赛，运动员创新25.232，算是达到目标。恭喜完赛，请往前走，谢谢飞鸟。武汉马拉松完赛了，其实是比较艰难的，因为伤病的问题，但是赛前制定的补给策略我严格执行，所以全程跑下来呢，身体的消耗感觉是非常可控的。我30公里之后选择2支160千卡的大胶的原因，就像刚才说的，你不太可能说这60千卡就能做什么东西，因为一场马拉松的消耗太大了。但是选择大胶的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好拿，第2个好撕，第3个好吃。主要是好吃，因为你到后期的时候，你的动作已经不行了，你已经累了，你管你的腿都管不过来的时候，你的手是不好控制的。
就拿出来撕掉，一吃一丢，你肯定是吃不了一管的。那这样的话，160千卡能量胶差不多我能吃掉2/3，那也就相当于接近就100多千卡了，也很不错。关于比赛和训练中的能量胶补给，这些年我也有一些变化。以前刚开始跑步那些年，大家总认为比赛中能量胶吃的越少越好，这样尽量的不影响比赛的节奏。但是有一次我注意到一场柏林马拉松的比赛，贝克勒5公里拿他那个补给瓶的时候，补给瓶就缠着能量胶，而且呢他就吃了。再加上那几年我开始用那个动态血糖仪，我试了几次运动中的血糖变化，我发现应该是多吃和早吃。而且现在跟那个时候比，跑步服装的收纳越来越好了。那个时候真的没法装那么多能量胶，现在一场比赛你一个裤子装5到7支能量胶，甚至再加上别的，感觉绰绰有余。所以大家就可以在比赛中更多的用能量胶补给。还有一个印证点是，这2次我去麦盛做最大摄氧量的测试，和专业的老师们聊到专业运动员每小时吸收碳水的能力。有的小伙伴说可能是65，有的小伙伴说可能是135，但是差不多在这2个之间。而这个能力其实也是需要训练的，这其实也是我未来的一个课题。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吸收能力变差，肠胃的能力变差，那你平常训练中加入能量胶的补给，训练自己的肠胃去吸收和消化碳水，我觉得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以前我跑马拉松的时候，有那种迷一样的心态，就觉得能量胶能晚点吃就晚点吃，晚点吃挺好的，证明你自己强。本来计划10公里吃一个，10公里我觉得还行，我说再剩2公里，12公里，12公里也觉得还行，我觉得再等等，13、14才吃第一个。反正我觉得没有必要，能量胶的补给更多的还是赛前规划好，赛中严格去执行。因为到马拉松比赛的赛场上，有的时候累了以后，脑子也是混乱。在马拉松比赛中，科学的使用能量胶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稳定的发挥的。小伙伴们可以试一试我推荐的补给策略，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能量胶的补给需要每个人自己去测试，因为每个人对能量胶的吸收和反应，还有身体的反馈都是不一样的。大家经过自己的测试，这样呢，了解自己的身体，了解自己对能量胶的反馈，提前做好适合自己的补给策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